南宁的历史和文化积淀都离不开邕江，也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农业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宁也让邕江更加生动和鲜活。今天的邕江也向世界展示出来了南宁的开放。它就像母亲一样把那南宁抱在怀里。一江一山一路一湖一方天。凡大河，必有大文明。江河既给人以灌溉之力，又与人以舟楫之便。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古代的先人们在此生产劳动，生息繁衍。古代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洋洋大观，泽披万世。打开中国版图，从源远流长、蜿蜒盘曲的母亲河黄河，到植被繁茂、流光溢彩的第一大河长江，再接着往南，就是山体相接、气象万千的南岭。这一南中国最大的横向地质构造带，西自云南，东入贵州，再折向广西、广东、福建，绵延起伏，直达于海。高耸的南岭筑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成为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在云贵高原中部，距云南第二大城市曲靖60公里外的马熊山深邃的溶洞里，流出清澈干裂的涓涓细流。久而久之，溶洞外形成一池静谧优美的自然湖泊，这里便是珠江上游西江的源头，人称珠江源。翠峰一滴三江水，珠流万里入南洋。源出于马熊山的西江，与游走于江西的北江、东江，汇合成汹涌奔腾的浩浩长流珠江。这条南中国最大的河流，像一条巨龙，腾云驾雾，翻山越障，接纳万有。774条大小河流，总长36000多公里，伸开像经络一般的庞大水网，以里东进，
从八大江门奔涌而出，浩荡入海。当西江在奔向南海的漫漫征程中，在南宁的宋村，有一段奇妙的运河。在这里，右江与左江相会相接，滔滔江水交缠成一条玉带，将南宁揽抱怀中。公元632年，唐太宗李世民将这一地区命名为雍州，意即四方被水环绕的都邑。这条穿越南宁境内的全长130多公里的江段，自然被称为雍江。南宁是一座与水结缘的城市，雍江被南宁人视为母亲河。南宁人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南宁这座城市的命运，与这条川流不息的江水，再也不能割舍。公元710年，刚刚到任的雍州司马吕仁，便迎来一场严峻的考验。3万军民日夜不休，只守了30天之后，土夯的城墙还是垮了。洪水像久困的猛兽奔量而出，扑向阡陌街巷，扑向市井边疆。偌大的雍州城顿成一片汪洋。凄风冷雨中，雍州司马吕仁却很冷静。他想到，雍州地处盆地，地势低洼，水网相通，一涨俱涨，无论怎么堵，都有失防的时候。他经过调查勘测，组织起当地的驻军和民众，在浪边修堤筑坝，开渠分洪，疏导水流，降低下游的水位。疏胜于堵，这一从传说中大禹时代开始的治水方略，再次显示神威。吕仁这种分流导洪的方式，是珠江流域最早的分流导洪工程，在中国水利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吕仁引水之后，原先籍籍无名的雍西变成了现在的南湖。南湖像一粒真美的翡翠，镶嵌在南宁的满城绿色中。这方93万平方米的城中湖，足可容纳下130个标准足球场。在这里游玩的人们，可能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座吕仁塑像与南湖的关系，不知道这座美丽的城中湖竟是唐代先人分洪的产物。但从他们惬意的神态中可以看出，南湖已经成为他们钟爱的户外客厅，是美丽家园的一部分。南湖的波光折射出先人的治水智慧。事实上，从公元318年东晋王朝在南宁设晋兴郡以来，历经时代变迁，王朝更迭，1700年来，人们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和洪涝的斗争。到了公元1324年，元朝政府将此地命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的称谓从此开始。南宁盆地这个属于温热带的这个区域，水系比较发达，雨量就比较充沛
经常就会受到洪涝灾害的侵袭。在60、70年代以前，这个防洪体系都没有建设完成。上个世纪60、70年代，邕江洪水时有发生。如果本人来经历的话呢，这个还是68的这个洪水还比较来得凶猛，好多人下了火车进南宁市，或者从南宁市去坐火车，都还得坐船去。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一代代南宁人筑堤固防，植树种绿，用心血守护着南宁。年近70的老卢与相机结缘已有30多年，他的镜头里记录了南宁城的人事变迁、风雨沧桑。对于母亲河邕江，老卢除了镜头记录的影像之外，他脑海中还留存了一段难以磨灭的记忆。这张照片是2001年7月份那个时候拍的，是邕江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2001年7月，邕江大堤遭遇建坝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持续大雨过后，洪水迅疾而至，江水急速上涨，短短几天，水位超越警戒线5.42米，汛情险急，江堤告危。面对汹涌激流的洪水，10多万居民冲上堤坝，抗洪抢险，坚守着邕江大堤这条城市的生命线，寸土不让。全市人民都在投入这个战斗，肯定我们有信心保住这个大堤的安全，有信心，一定胜利。水涨堤高，昼夜不休，南宁人与天斗，与水斗。经过10多个昼夜的抢险，邕江大堤经受住了考验。对于邕江洪水，每个南宁人都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而1979年的那场决堤而出的洪水，更是让老卢刻骨铭心。当时老卢的妻子已近临产，老卢却还在外地工作。1979年的时候，我就住在这栋房，当时是8月份的时候，暴雨，然后涨洪水，房外面到这里，在房里面就也到这里了。工友们赶快过来帮忙，把人呢搬到2楼上面。回想起来确实很惊险。蓝天上白云一片片。从那次被水淹以后，我们就不在这栋楼住了，搬到离邕江很远的地方，选择最高的楼层来居住。那个时候，大家对邕江的心情都非常复杂。它美丽，邕江抚育了我们这个城市，但是有时候它发起脾气来，就六亲不认。2001年的洪水终于退去，当人们的情绪还未彻底平复时，一位名叫郑权的法籍华人投资商却专程从法国巴黎赶到了南宁。他此行的目的就是为邕江而来。在法国巴黎呢，有一家最著名的、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设计大师叫夏邦贴，在他们的口中，我了解到邕江是一条世界上罕见的、有潜力的城市母亲河。邕江给郑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邕江两岸的脏乱差也让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让郑先生没想到的是，他离开后不久，
南宁市以防洪堤、城市快速路、市民公园3位一体的邕江堤路园建设工程启动了。治水就是最大的民生。从2001年7月那一场洪水以后，南宁就在打造一条坚固的江堤。从此，邕江的治理也从当初单纯的堤路园建设，转型提升至水、堤、路、井4位一体的综合整治。在邕江两岸100多公里的滩涂上，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开工建设。邕江治水工程的主线就是治水建成为民，打造一条江畅、水清、岸绿、景美的百里秀美邕江，让南宁城市的发展回归为水建成的理念。邕江呢，它弯弯曲曲，实际上它产生的景观会更加丰富，它亲近的人会更多，那么它未来的发展的余地也就更大。为市民而打造的河流，这就是我们的理念。其实南宁本身就是一个生态之城，它的亮点也是就是河流跟生态相互依存，水质也非常好，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的风貌、植物分配。按照工程规划，百里秀美邕江还要从一条交通要道和景观大道跃升为城市的龙骨和脊梁。这是一条中轴线，也是这座城市的会客厅，以此推动南宁的建成格局由邕江北岸老城区的单中心向一江多中心转变，一体两翼，江南成为城市生长的重要一极，为南宁的未来发展打开了广阔空间。百里秀美邕江通过衔接水利工程，解决城市水安全、水环境问题，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让老百姓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正式启动，得知消息的郑先生激动不已。激动的睡不着觉，世界上最美的母亲河之一变成现实。郑先生再次来到了南宁，这一次他是为投资兴业而来。自邕江综合整治和开发利用工程启动以来，宏大的建设场面和不断变化的城乡风貌，给老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刚才那个湾，一个是白沙湾，这个是柳沙湾，这里原来都是荒山野岭，现在这里已经是很好的住宅楼了。这里就是柳沙公园。1年前，按照规划，邕江边上要建一个市民广场，而中间绕不过一棵大榕树。从工程角度看，古树清除当属必然，但是上百年的古树不能说砍就砍。但是保留就会重新进行踏勘，重新进行设计，还会增加一部分的成本，同时还会延误工期。如果延误工期的话，我们公司还要按照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百年古树何去何从？祝强和同事们进退两难。而同样陷入困惑的，还有邕江支流8尺江上的一位摆渡人。年近60的老陈在这里从事摆渡已经快15年了。1年365天，天天如此。你们好啊！每天他都要接送村里的10几个小学生到对岸去上学放学。对于这些孩子，老陈都视若己出。目前在邕江流域以摆渡为生的，只剩老陈一人了。10多年间，
老陈就在这段江面上来来往往，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走出邕江，老陈觉得自己很欣慰。除了接送孩子，老陈还要接送两岸乡亲们往返。如今做摆渡的人越来越少了。就在不久前，距离渡口不足50米的地方，一座桥梁开工兴建了。老陈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老陈知道，桥对他意味着什么。作为邕江最后的摆渡人，以江为伴，以船为业，在老陈眼里，江还是那条江，人还是那些人，但是生活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宁自1956年开始修建第一座过江大桥，60多年间，在邕江上共建设了25座大桥，这是南宁高质量发展的见证，也创造了一个南宁奇迹。以前南宁有那么一种说法，一定要江北一张床，不要江南一套房。现在建了那么多桥，交通方便了，那种说法就没听见了，没有了。摆渡人老陈打开心结，生活有了新的着落，而一直困扰筑墙的古树去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一定要保留。古树在邕江边100多年，反映出南宁几代人对它的特殊感情。我们建设百里秀美邕江是在建设生态，如果去除古树去建设，相反是在破坏生态。新的方案是榕树保持不动，广场向下游平移，并对古树临江的一侧的堤坝进行加固，为古树周边的景观做了精心设计。独木成林，枝繁叶茂，在邕江畔扎根100年的古榕树，经历了历史的100年沧桑，也见证了这些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人保护生态的诚意和智慧。邕江边建设的那么美丽，就像家里面的花园一样，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散步，去锻炼身体。我们南宁人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美好的感觉。40年前，老卢因为一场洪水，无奈选择了远水而居，甚至选择最高的一层楼居住。如今老两口时常流连于邕江两岸，似乎在捕捉一段消失的美好。更让老卢欣慰的是，前几年儿子特地把家安到了邕江水畔，并把父母接到了身边，一起生活。从远离邕江到现在的亲水而居，老卢一家人的变化经历了整整1代人的时间。一条邕江流过多少月光，一首山歌不知唱了多少年。2018年10月14号0点，历时3年的南宁市水利工程建设终于迎来历史性时刻。操作人员请注意，我们即将下闸。收到，收到。5、4、3、2、1，下闸。邕宁水利枢纽正式落闸蓄水。南宁市的这个防洪体系，70年以前
这个防洪标准只有10年到20年，而在现在我们已经达到了200年一标准，啊，这个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几天时间，邕江水位就从原来的62米提升到67米，江面宽度增加了40米。这一变化改善了邕江两岸景观，还将航道通行能力从1000吨级船只提升至2000吨级，达到3级航道标准，成为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邕江的综合整治有助于全面提升西江的运输能力，打造内河航运的枢纽之地，联动这个北部湾港口群，实现江海联运、多式联运，融入大湾区经济圈。一江流淌诗与画，两岸风光各不同。百里秀美邕江重新定义了南宁的母亲河，水害变成了水利，原先的防洪大堤成为城市美丽的水岸线。人们从远离邕江到临河而居，与水为伴。我们的邕江治理为未来的大湾区的整个的发展标准提供了很好的范本样本。郑先生因为百里秀美邕江工程信心大增，他又投资了一个邕江文化旅游项目。今天，郑先生要去机场迎接一位他特别邀请的客人，这个人就是当初向他介绍邕江的法国城市设计师。郑先生这次邀请，就是想让朋友看一看现在邕江的秀美画卷。如今洪水驯服，邕江安澜，130多公里的邕江两岸，人们安居乐业，生生不已。文明在植根，文化在滋养。南宁也成长为一座具有南国气象的大都市。一条大江大河不仅仅是航运，不仅仅是水利灌溉，更重要的，它是整个生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邕江这一带的这个治理啊，这个质量的提高，这是影响非常大的。日月轮转，动静有常，万古江河澎湃不息。大河蕴含开天辟地、冲决万难的勇气，调和乾坤、纵横千年的伟力，包容万端、泽披万物的襟怀。自古以来，人们相信河流就是一座城市的魂魄。邕江是南宁的前世，也是它的今生，是它的过去，更是它的未来。南宁的一切都与邕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邕江铭刻着一段段凝固的岁月，也记录着一步步鲜活的历史。它见证和演绎着南宁乃至广西的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岁月永远流逝，历史不会断裂。在时光中高歌猛进的南宁，和万古不息的邕江水一样，汩汩滔滔，激越向前。流过了多少道弯，才有了你美丽的容颜。历经了多少沧桑，才有了你今天的容颜。